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 YouTube 官方频道，进行一下网络热门飞行视频。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投稿，终于要说大家喜闻乐见的飞猴子了啊！这不是飞猴子啊，不是电脑特效啊，这架飞机是 ATL-98 4发活塞大型客货两用运输机，英国航空贸易公司在道格拉斯 DC-4 的基础上制造的，可以运载25名乘客和5辆装载于飞机前部的汽车，跟波音747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美国人绝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家长得还算行的这个 DC-4 啊，被改成这样面目全非的样子。众所周知啊，英国设计的飞机颜值共8斗，喷火独占1弹，其余倒欠2斗。这玩意儿啊，也是丑的惊天地泣鬼神。你要问我他为啥头上弄个大包呀，我也不清楚，估计是为了能多塞点汽车吧。啊，一共造了21架，摔了8架，死到过美国、加拿大、法国、巴基斯坦等等地方，也算是飞机中的极品了。这架飞机再次证明了一句话：帅的飞机不一定有战斗力，但丑到惨绝人寰的绝对不行。老外用 3D 动画演示飞机飞行的工作原理，100秒为你揭开疑惑。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飞机是如何飞行的。飞机之所以能够在天空飞行，与它造型独特的机翼有着很大的关系。飞机的机翼并不是薄薄的一层，而是呈弧形的构造。飞机主要依靠机翼产生升力来达到飞行的目的。当飞机在天空中飞行的时候，发动机飞速旋转，给飞机提供向前行驶的动力。航天员将机翼后方的装置打开，使其向下倾斜。不是，你等一下，航天员，你这咋开个飞机还冲向宇宙了？这里说一下啊，航空和航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平常这两个词儿也经常同时出现，大家可能会以为啊这俩是一个意思，其实啊这是2大技术门类，它们的区别有5项，分别是飞行环境不同、动力装置不同、飞行速度不同、工作实现不同和升降方式不同。飞行环境的话，所有航空器都是在稠密大气层中飞行的，即便以后飞机上升高度啊，它也离不开稠密大气层。而航天器呢，冲出稠密大气层后，要在近于真空的宇宙空间，以类似自然天体的运动规律飞行，其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至少也在100千米以上。其他的我们就在此先不讲。刚才视频说机翼后面的装置啊，其实是襟翼，视频上也写了 flaps 就是襟翼的英文。不过啊，我估计小编他是不太懂这个英文的意思哈。襟翼是用来增加飞机的升力的，一般在起飞和着陆的时候打开，巡航的时候就收起来了。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与空气相结合，从机翼上经过。此时气流经过机翼上下表面时，机翼上方的气流速度慢，而机翼下方的气流速度快，就会形成压力差。小编看完长知识了，我看完也长知识了。伯努利原理和它的争议什么的啊，我们就在此先不讲了。主要是问题是这哥们儿正好给说反了，应该是机翼上表面速度大，压强小，下表面速度小，压强大，你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向上的压力差呀。不然的话，照小编这么说，飞机它压力差是向下的呀，你这是航空器呀，还是地心飞行器呀？对飞机产生向上的升力，满足飞机在天空中的飞行条件。看完之后长知识了，难怪飞机能够飞得那么高。前有波音797，后有空客1390啊，好家伙，一个比一个离谱。这就一电脑特效啊，大概率是 FSX 或者 P3D 一类飞行模拟软件做的，这是真飞猴子，好吧？空客要把这玩意儿真弄出来，我直接直播女装。山东航空有多硬核？因为其飞行速度极快，准时起飞的航班提前到，延误的航班可以准点到，风雪天也可以照飞不误。所以山航被网友称为中国的俄航。每次空姐遇到乘客被问能不能起飞时，空姐会说我们机长以前开战斗机的。所以乘坐过山航的旅客表示从来没准点到过，因为每次都能提前到。飞机上的餐食还没吃完就可以准备落地了。为什么山航如此硬核？其实是因为山航在恶劣天气下均使用 HUD 设备，是专门用来执行低能见度起飞的程序。从此人生多了一项计划，就是做一次。我一时竟不知从何讲起。首先啊，据我了解 HUD 是平视显示器的意思，就是通过光学反射呀，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投影到与飞行员视线水平的玻璃上，让飞行员尽量不需要低头就能了解数据。HUD 只是一个显示器，它没有计算功能啊。
真正管用的是盲降系统，也就是 ILS 仪表着陆系统。这个盲降当然不是说飞行员眼睛瞎了也能开飞机啊，而是说飞行员在肉眼无法看清机场跑道的情况下操控航班降落。这个是应用最为广泛的飞机精密进近和着陆引导系统。它的作用是由地面发射的2条无线电信号实现这个航向道和下滑道的指引，建立一条由跑道指向空中的虚拟路径。飞机通过机载接收设备确定自身与该路径的相对位置，使飞机沿正确的方向飞向跑道，并且平稳下降高度最终实现安全着陆。 HUD 就是把这个信息投影到飞行员面前了。你说能提升飞行品质吧？肯定能，毕竟飞行员抬头低头他也是要时间的，对吧？但我觉得重点不在这儿。然后就是这个山航突然火起来，我其实感觉特别意外。像前面说的那些恶劣天气起飞着陆之类的，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敢违反标准和空管的指令强行起飞落地。山航的每次起飞和着陆也都绝对符合飞行程序不然它就等于自杀，对吧？这之间到底有没有炒作的嫌疑，我们谁也说不清。山航不错，但我们也不能捧杀它，对吧？来自网友的投稿，它是世界首款列装的隐身无人攻击机，有着科幻画般的外表，一亮相就震惊世界，更是让昔日霸主的美国忌惮不已。至今，西方国家都不愿意相信中国可以研制出这样的武器。它就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攻击11隐身无人机，是世界第一款首个将空袭与隐身结合，可以同时发挥双重优势的无人攻击机。这个东西看着这么科幻，是不是视频特效是视频特效，但不是飞猴子攻击11无人机是世界第一款服役的隐身无人攻击机，曾在2019年10月1日呢，作为这个无人机作战第2方队亮相天安门。目前对于这架飞机已公开的信息还比较有限，应该就是当年这个曝光的利剑无人机的改进型，主要作用是前期突防侦察和精确对地打击。机翼上有6个喷气口，可以达到矢量发动机的效果。还是来自网友的投稿。它的共主双旋翼，反着转，正着转，看到了吗？这个是无尾桨的，没有尾桨。视频没问题，但你这个标题就……等一下，标题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挺奇怪的反正这架直升机呢是卡2.8，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头上的共轴反桨。为什么2个桨叶要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为什么没有尾旋翼呢？因为2副旋翼相反方向旋转的话，产生的扭矩在航向不变的飞行状态下会相互平衡，通过上下旋翼总距插动产生的这个不平衡扭矩，即可实现航向的操纵共轴式直升机有一些会采用像视频里的那种双垂尾，以增加直升机的航向操纵性和稳定性。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推送，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影片了。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那我们下期再见。